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蚂蚁集团的董斌辉。那很高兴也很激动，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带来玉兔 Wasm 的相关介绍。AI 呢，把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是意图驱动开发。就像刚才夏新老师提到的，它带来了新一轮的技术平权。那软件研发不再是工程师的一个专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直接根据他们的意图来直接表达需求，然后 AI 呢来负责生成和交付。那这样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环境准备还是绕不开的一个瓶颈点。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所有的开发者或者说普通用户都能够在浏览器里直接完成整个研发的过程。那第二点呢，就是构建速度。那过去我们做软件研发、页面研发，主要的瓶颈是在编码过程。那现在 AI 生成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而工具链也有了新的要求。如果工具链的构建速度跟不上，那这个反馈的心流就会被打破。现在业内呢，基本上有3个主流的解决方案啊。首先，第一个就是 VM Backend， 就是我的每一个请求实例背后都对应一台真实的容器环境，实时的去做构建和交付。那这样好处呢，就是这套的迁移成本是非常低的，兼容性非常的好。但问题就是成本。每台机器的运维成本不容忽视，另外就是延时问题，因为它毕竟要从服务端返回所有的数据到前端，天然就会有一个通信的成本。第二点呢，就是 ESM 的 Bundleless 方案，那这套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 HMR 的方案，非常的慢。另外就是 ESM 因为标准落地的问题，本身没有大规模的应用。第3个呢，就是 WebC。WebC 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性能非常的差，因为它要在浏览器里完全模拟一个小型的 Linux 操作系统，而且因为它的技术选型，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优化空间。第4个的 WSI 更多的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方案，现阶段可能也很难落地。所以我们提出了玉兔 Wasm， 这是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玉兔。玉兔是我们发起的一个项目，叫做 Unified Toolchain， 是一个统一的工具链。我们希望为开发者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那包括包管理和构建。目前呢，我们提供了3个独立的片包。首先是玉兔，这是一个 Rust 编写的包管理器，它是完全兼容 NPM 协议的，无论是目录组织还是依赖协议。第二个呢，就是 Bundle 的话，我们的 NPM 包叫做玉兔 Pack， 那这是一个基于 TurboPack 开发的打包器。我们和 TurboPack 保持了一个官方合作，我们的相关内容都会通过 PR 的方式反复给上游。第3个就是今天讲的玉兔 Wasm、玉兔 Web， 我们把上面的两个 NPM 包打包在一起，编译成了 Wasm， 放到了浏览器里。所以我们其实是一套代码，同时提供 CLI、Node.js 和浏览器 Wasm 的3个运行时。好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视频来看一下效果。这是一个 Playground 的项目，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入口。好的，我们开始安装依赖。大家可以看到，在浏览器里我们实际发起了依赖的下载，这是直接连接了 NPM Registry。因为是首次安装，需要有一个解压的过程，所以这里会比较慢。好的，我们的依赖已经安装完成了，下面我们来开始编码。我们点击一下构建，可以发现构建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的界面就能实时的展现出我们的效果。然后我们开始2次编辑。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HM 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项目里的 Node Modules， 刚才是2次打开。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依赖都是持久化在我们的浏览器里。好的，刚才的那套方案背后的架构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的主线程就是 JS 运行环境，其实只有一个编辑器。那这个编辑器的话，就是主要做一些前端的交互和包括 AI 代码的渲染。背后呢，其实都是跑在 Web Worker 里面。我们的玉兔 Wasm 它提供了这些构建，然后反向代理的这些能力。我们的所有的依赖都通过 OPFS 实际存储在浏览器内。
把刚才提到的那套工具链完全搬到浏览器，其实并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重度的依赖了现在的 Web 标准，这也是我特别开心能在 W3C 做这个分享的原因。我们运用了 Web Assembly， 这是我们一切技术方向的前提，让 Rust 的代码能够直接运行在浏览器，带来了接近原生的性能体验。其次，我们通过 Shared Rebuffer 和 Web Worker 充分发挥了浏览器的并行能力，来保证我们的构建性能是一骑绝尘的。最后呢，就是刚才提到的 OPFS， 这是一个Web 原生的持久化存储方案。那过去我们可能页面打开会刷新，二次打开的时候就会比较慢。那通过 OPFS 的这套机制，我们可以在首屏和二次打开的时候都能够直接复用我们之前的产物，而且不同的项目之间我们也能够复用我们的依赖。我们来讲讲构建方面的优化。构建刚才提到 TurboPack， 我们其实用的是 TurboPack 底层的 TurboTask 的计算引擎，我们只会增量更新我们每次需要改动的部分，不会每次触发全量构建，这样会带来一个实时的 HMR 效果。此外呢，通过多线程，我们把 Tokyo 的 runtime 搬到了浏览器里去实现，通过 Shared Buffer 来跨线程调用。然后我们还开了13个并行的线程，有的负责 Webpack Loader， 有的负责 iframe 的 Service Worker， 还有一些来做一些构建的任务，充分发挥浏览器的并行能力。那说到性能，还有2个核心的优化点。第一个是 Fuse， 就代表着我们所有的 TGZ 只会下载一次，然后在后台默认解压。我们不同的项目实际并不会生成一个数百兆的 Node Modules 文件，而是通过类似于软链的方式去组装，让我们的依赖下载永远只发生一次。其次呢，就是 Arborist， 这是我们基于 NPM 的 Arborist 库实现的 Rust 版本，能够直接在浏览器就发起 Registry 的请求呢，包括依赖的解析、下载和解压，然后能够完全在客户端就跑完整个依赖安装的过程，还通过3级缓存的架构来确保性能。这是我们和主流的 WebC、Webpack 方案做的对比。那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构建，还是2次更新，还是首次启动，我们的性能都是全面领先的。那再回到今天分享的主题，在 AI 时代，用户是意图驱动的，那它只要表达意图 ，AI 就来负责生成。那这时候接下去就是编译和验证的过程。编译的过程越快，那它验证的心流就越顺畅，反馈就越强烈。第二个呢，就是速度。我们呢希望能够，过去传统可能需要分钟级的构建，能够在端上就能够做到秒级构建，因为所有的用户代码其实都在用户的本地，天然就是有优势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希望这是浏览器原生的，完全没有依赖安装或者前置准备工作，让 AI 的这个技术真正能普惠到所有人。好的，这是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的玉兔官网的话就是玉兔.land， 然后我们第一行代码就是开源的，然后我们的仓库就是玉兔 land-玉兔。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的交流和反馈，谢谢。